好多人非常在意蘋果肌下垂，於是呢，他可能去打玻尿酸、打電波、音波，或是用各式各樣的方法，結果很多時候效果不盡理想。你知道一個秘密嗎？蘋果肌的拉皮在手術拉皮裡面也是最困難的。那微整形有沒有辦法真的有效的拉到蘋果肌呢？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到底什麼是蘋果肌，蘋果肌有效拉提要怎麼做，不然你很可能就是在做一個浪費錢的療程。所以這一集非常重要哦，一定要好好看。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結構力學來設計，安全優先是原則。因為沒效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在醫學上面，像我是做顏面重建的嘛，可是我一開始聽到民眾講蘋果肌，我想說Apple muscle 嗎？還是說蘋果肌是我們口語的說法？那真正在醫學上面，我們在指的是這一區。也就是眼睛到法令紋中間的這個區域，這一塊其實不是肌肉，中臉這裡有5條肌肉，可是蘋果肌是這些肌肉上面的一坨脂肪。蘋果肌這個區域其實就是我們一般人俗稱中臉的這個地方。我們的臉分成上臉、中臉、下臉跟脖子。那為什麼中臉拉提它很重要？因為這個蘋果肌在我們臉的正中心。我有時候用這樣一個比喻，大家就容易理解。就像我們一個人的中心是什麼？是胸部。不管男生或女生，我們都希望胸部是挺的，挺的看起來有活力、有朝氣。如果它今天是垮的，它是垂的，當然就不是那麼美麗。一樣，你的中臉在你的臉的中心，就很像你臉部的胸部一樣。不管你的蘋果肌是大還是小，我們希望它是挺的，而不是垂的。可是為什麼很少人、很少醫師、很少診所針對蘋果肌拉提這件事來談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我們臉的拉提分成上臉的拉提、中臉拉提、下臉拉提跟脖子拉提。你知道在醫學上面哪個部位是最難拉的嗎？中臉。對啊，因為我都已經講了，對不對？那哪個部位算是這些項目裡面比較簡單的呢？你知道嗎？上臉嗎？對，是上顎。如果一個醫師他要進入拉提的領域的話，最容易學的應該是上臉。但是最困難的是中臉大家會很驚訝，因為中臉這麼複雜，甚至台灣衛福部啊列出這個手術難度上面，臉部的拉提裡面，它特別把中臉的拉提把它獨立出來，它需要特定的資質訓練。那為什麼呢？中臉拉提、蘋果肌拉提有這麼難嗎？今天我們就要就蘋果肌的拉提來跟大家解釋。那就像我們平常在講的，所有的醫美整形項目，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儀器、注射微整、微創跟手術這4個部分來講解。但是首先我們要講一個儀器，儀器在做中臉拉提，不管是電波、音波，它在中臉拉提的角色其實是很弱的。你用電波、音波，你有時候你會發現，你力量打得再強，它的拉提效果就不是很理想。怎麼做呢？他就會覺得他的蘋果肌就是垂垂的，或者是有些人我把能量開很強，達到了溶脂的效果，你的蘋果肌變小了，可是它卻還是不見得有挺立的效果。所以在中臉的部分，蘋果肌的這個部分，儀器的提升，我們直接先把它踢掉，因為在普遍醫師認為之中，用儀器來拉提中臉的效果是最差的，我們就先儀器就移開了。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就是蘋果肌的拉提，就是一個是注射微整，一個是微創，另外一個是手術。我們來看一下。在講這個之前呢，我們現在講一下中臉的構造。為什麼在醫學上我們認為中臉拉提它是特別困難的？我們來看看這張圖，這個是什麼圖？臉上一條一條的疤痕、刺青。賽德克巴萊，這是什麼？這是我們臉上的韌帶啊。我們臉上的韌帶有非常多。什麼叫做韌帶啊？韌帶指的就是把我們臉的這些組織固定在臉的骨頭上的構造，就叫做臉部韌帶。講得更容易懂，就像
我們今天一個房子，你要撐它，把它撐起來，你要靠的是什麼？樑，還有柱子，你才有辦法 hold 住這個房子。你的臉今天要 hold 住，就要靠你臉的韌帶。隨着這10年，人們在這個臉部解剖學的研究，我們又發現了好幾條臉部韌帶，以前都沒有發現，你們覺得好奇怪？對啊，為什麼？因為現在當然醫學的進步，再來顯微醫學的一些進步，還有很多核磁共振的一些活體的研究。因為有些東西、有些構造是在活人身上比較明顯的，但我們平常在做解剖的時候，你不太會抓活人來解剖嘛，對不對？有點可怕的。這幾年我們發現，原來臉上的韌帶有這麼的多。大家請注意一件事情，你有沒有發現中臉這個地方有很多條？事實上，這幾個名稱，甚至有些老醫師他還沒聽過。他可能印象中就是有眼眶固定韌帶、颧弓韌帶、下頜韌帶。事實上，你看我們中臉有這麼多個韌帶，因為有這些韌帶的存在，把臉分成一區一區的，就很像房子，它是有牆壁的，把這個房子分成一個一個房間。那我們的臉不是分成3層嗎？淺層的皮膚跟皮下脂肪，中間是筋膜，深層有深層脂肪墊，所以淺層的皮下脂肪，你看它被這些韌帶在中臉的部分就分成這好幾塊。這張圖是深層的部分，因為這些韌帶呢，還有肌肉的組織，把我們的深層的部分分成好幾個區塊。請注意區塊這件事非常的重要哈。我們的中臉在你看來，這不就一坨肉，就是蘋果肌嗎？可是你去看，有很多的人他年紀老了。它隨着它老化，它開始有出現淚溝，它開始出現眼頰溝，它開始出現貓咪紋，它開始出現法令紋。你會發現這些臉上一條一條的溝、一條條的紋，它其實對應出來的往往就是這些韌帶的位置。所以我們的中臉被這些韌帶分割成好幾個區域，所以它並不像你想象中的，它就是一坨肉而已。事實上，你看起來表面是肉，但它底下的構造非常的複雜。到現在很多醫師都搞不清楚哦。再加上它除了被這韌帶分好幾區，它又分成好幾層。你可以想象一個立體的構造。因為它很複雜，所以它在做提升的時候，也往往不像你想的那樣。所以我首先要講的就是蘋果肌的提升，用微整注射的方式。不管你今天注射的是脂肪，或者是玻尿酸，或者是其他的填充物，我們很常聽到一件事，告訴你說，我們可以借由打中臉的某些區域來改善我們蘋果肌的下垂，我們可以借由打蘋果肌的位置來改善法令紋。真的是這樣嗎？真的是這樣嗎？不要被話術了哦。我們按照解剖來看，我們最常在做蘋果肌拉提的時候，最常打的區域是這一區，顴骨上面這一區。很多人說我打這個地方，你的蘋果肌就會上提。那有些人就是我打在蘋果肌的這個地方，你的法令紋就會減輕。可是事實上，很多時候你剛打完的時候，你看鏡子，真的也有挺上去了。可是我們不管在做什麼療程，很重要一件事，請大家記得，我們要看的不是當下。就像我常常在講說，你用線拉完，哇，當下很有效。你今天做完電波、音波，給你看半邊臉，當下很有效。各位，你回家拿吹風機吹自己的臉，吹15分鐘，當下你吹的那一邊也會很緊啊。但是當你換完衣服一出門，它就掉下來，沒有意義嘛。所以我們要看的是它後面真正的效果。國外的教學的網站，他們在講說，用填充的方式來做提升。那最常填充的位置，一個就是這裡顴骨這，另外就是打在蘋果肌。剛打完其實很好看哦，可是你真正去看它，我們直接看它幾個月以後，你會發現一件事，它提升的效果非常有限，但是它的顴骨卻變大了，然後它的法令紋沒有因此得到任何的改善。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因為我剛剛說了，我們臉上這有韌帶，有眼眶固定韌帶，有顴弓韌帶，有咬肌前韌帶，還有這裡還有一個這幾年發現的我們的面橫韌帶，這裡還有一個面中眶隔。這些韌帶、這些眶隔把你的臉分成一區一區的。那我剛剛說了，我們最常打的是顴骨這個位置、蘋果肌這個位置，打在這些位置上面，它表現出來就是這個東西，它就在這個區域裡面，它並不是真正的拉提，它真正的效果就是什麼？它就是鼓起來 ，tenting， 就像搭帳篷一樣 tenting。因為它鼓起來，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你會有一個錯覺，覺得它是不是提上去的？但是我們從結果上看得出來，它事實上它不是真的
的拉提，它並不會真的平移上去。有實際上的研究，2019年、2020年跟2021年分別都有研究論文，他們就去做實驗，不然它是在核磁共振上，或是它在活體上面，他用大体老師他分別注射完以後，他用 3D 掃描，或者呢有的是用核磁共振去看是不是真的有往上拉提，結論都是沒有的。他們的結論是什麼？像這樣用注射來達到拉提的效果，嚴格來講，改善的是視覺的效果，而不是真的往上提。什麼叫視覺的效果？你把凹陷的地方填起來，改善的是凹陷，所以你看起來会比較年輕。那它改善的不是下垂。再來第二個，你把它填起來，它鼓起來，你會以為它是上提，事實上它只是膨出來。第三個就是通常在最鼓的那個點會最亮，就像我們在化妝上會用這個原理嘛。對。哦，有的打陰影啊，看起來就要凹下去的感覺。打亮的它就好像鼓起來感覺一樣。那最鼓的它會最亮，你就会有錯覺，就它好像是上提。可是它其實沒有真正上提的作用。所以為什麼我常常會接到客人，他會抱怨之前診所說，哇，他跟他講說打蘋果肌，然後法令紋會上提，結果他發現沒有，因為注射處理蘋果肌，它並沒有辦法真正讓整個蘋果肌往上提，所以注射上提蘋果肌，它的效果可能不是很理想。而且我要提醒各位，其實這3年發現非常多這樣的案例，就是因為有太多診所跟客人說，哎呀，你想改善法令紋，你想要讓你的蘋果肌挺上去，於是把你的蘋果肌打挺了。這個不是真的拉提，它只是讓它變比較膨。那後面呢，它造成它腫脹的更嚴重，而且下垂更明顯。事實上，根據統計，現在臉上蠻化最常見的位置就是過大的蘋果肌，所以大家千萬要知道一件事啊，如果你蘋果肌是凹陷的，你的確可以填充，但是如果你的蘋果肌想要的是提升的，靠填充，往往你會發現它效果不是很理想。那我們遇到很多客人，就是因為他之前打效果不是很理想，於是他之前的診所又叫他打更多，於是造成蠻化，變得很不自然。如果我們在打蘋果肌打的位置不对，也会造成你笑的时候变得鼓胀得更嚴重。所以蘋果肌該怎麼打？現在有一種新的叫做 SpaceX 的注射法，就是把它打在韌帶的縫隙裡面，讓它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撐提效果，也不會蠻化跟鼓脹。當然，它跟我們真正的蘋果肌拉提還是不一樣的，因為它這個叫做撐提，而不叫拉提。想知道什麼叫 SpaceX 嗎？到底撐提跟拉提有什麼不一樣？趕快去看我們 SpaceX 注射的那一集影片。有些人都說，那注射還有一個方法哦，他就說，那打消脂針呢？打消脂針。我們看這是國外一個網站，你看着打完好像比較年輕啊，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它下垂蘋果肌的這個地方，你會發現其實它還是垂的。請大家弄清楚一件事情，消脂針它的作用從頭到尾都是為了消脂肪，它沒有辦法收緊你的組織。這也有很多篇的研究論文，它會告訴你說，消脂針打完你皮膚會比較緊，不會哦，並不會。所以打完消脂針，你的脂肪會變少，可是蘋果肌下垂的部分會因為消脂針的上提嗎？不會。很多人他的法令紋上面會有一坨這樣的脂肪，這一坨脂肪怎麼回事？它其實是蘋果肌往下滑了。當它往下滑的時候，你的肉就會堆在這個地方嘛，对不对？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法令紋上面一坨肉，那很多人就會有一個錯覺，那我是不是打消脂針它就會挺上去？其實沒有，事實上有更多的人他在這個地方打完消脂針之後，他脂肪溶了沒有錯，可是他這個地方就很像一個氣球，它泄了氣之後，它變得更鬆，消風了。對，消風了，它變得更鬆，所以這個地方還是有一坨肉在那，它蘋果肌還是垂的。所以你用注射微整處理蘋果肌，不管你是用填充的方式，你用加法，或者是你是用減法消脂針的方式，對蘋果肌的拉提有沒有效？坦白說，效果不是很 OK。剛剛我們講到用消脂針去消蘋果肌，那可不可以讓它變得比較挺立，讓它變得比較上提？是不行的。其實這裡我要順便講一件事，其實過去這1年來啊，隨着這個瘦針的發達，很多人快速減重，你也可以發現類似的狀況，就是當它變瘦的時候，它蘋果肌變得更垮，法令紋變得更深。這個狀況跟我們在打消脂針的狀況簡直一模一樣。打瘦肉針是因為你整個人變瘦了，打消脂針是因為你局部把脂肪溶掉了，結果它的結果都只是更垮，而不會更挺立。所以用消脂針處理蘋果肌是好方法嗎？不是好方法。
接着我們就要看另外一件事，我們在講微創拉蘋果肌。微創拉蘋果肌，當然最主要的項目就是什麼？用線來拉。那用線拉蘋果肌，它有沒有作用呢？它有沒有效果呢？其實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可是這裡我們就要看一件事情，我們剛剛說過，我們的臉還有相當多的韌帶，就像這個圖一樣，這裡就是淺層皮膚跟皮下脂肪，中間這一層就是所謂的筋膜，它以下呢就是深層的部位。你會發現這每一層之間，它靠着韌帶去連接它，就很像一個房子，柱子貫穿每一個樓層。那我們今天用線去拉它的時候，事實上你就必須要穿過重重的阻礙。你要想象，假設你今天拉線是這樣一條直的線，你的線呢穿過一層一層的牆壁，就很像一個鐵鏈，穿過這個牆壁。我的目標是2個房間以後的一塊東西，我這個鐵鏈穿過這個牆壁，啪啪啪，好，力量很強，穿過2雙牆，你拉，你來拉它，你會发現一件事。它的效果已經被牆壁擋掉很大一部分了。我們再看到，這是另外一篇研究論文，它在講我們法令紋上面的這每一個區域，它的橫切面。你看這中間這個紫色就是中年的這個眶隔韌帶，你看起來表面是一片的，可是底下是這樣一層一層的一個構造，然後被我們這些韌帶、這些眶隔都把它隔開來。就像我剛剛說的是牆壁，所以如果你今天拉線是這樣直進直出的方式，你的鐵鏈穿過這些牆壁，它的效果一開始，好像拉得動還不錯，但很快的，它的力量就會衰減。所以你會發現，很少人會去強調說，哇，我拉線拉蘋果肌效果多好。還是回到那句老話，當下做完都很好啊，不要說幾個月以後，很多人1個月以後就沒效了。我們要看的是後面到底有沒有效，那才是真的。所以怎麼辦呢？這個3D 動畫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已經在很多國際會議上把這個方法，這其實就是我們的3代8字的方式。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線是環形的，然後呢，它是走在筋膜下面，紅色是我們的筋膜，它有一個一個的牆壁擋住。可是因為它是環形的，我們走在它的下面，走在這個下面用環繞的方式，這是什麼意思？今天呢，如果你這個線你穿過這個牆壁，你的線會力量會被它消減。那我這個鐵鏈，我穿過牆壁之後，我在那邊繞一圈回來，它是環形的。我借由我這個鐵鏈這樣來回的去收緊，我是不是就可以控制我這個拉的力量？如果你今天只是一個直直的線穿過這個牆，你怎麼拉？你會發現你的線的這個力量會被牆壁抵消掉。可是當它是環形的時候，我來回這樣一個一個圓圈，一個一個 loop， 我們這樣去環繞，它對於處理中眼的效果就非常的好。什麼叫非常的好？我們來看一下。很多人他這個蘋果肌，很多醫師也很困擾。它最難處理就是蘋果肌下垂的這一塊。我們用環形的方式處理，我們可以把這一塊下垂的部分有一個很明顯的效果。我們再看這裡，你看為什麼我們老化的時候，這裡會多一塊肉，而這裡會凹陷下來？因為下垂了。那我們用環形的方式處理，把這一塊下垂的蘋果肌把它往上拉，你會發現一件事：第一個，你的蘋果肌變挺了；第二個，你法令紋變淺了；第三個，你中臉蘋果肌凹陷的部分同時也改善了。我們再看，這是另外一個案例，特別是有一些部位，有一些人他會說這個拉線拉不到哪裡，鼻翼旁邊的這一塊。傳統你用直進直出的方式拉不到，因為這個地方的韌帶特別強韌。這裡有一個韌帶叫 maxillary ligament， 就是上頜韌帶。這是2012年 Mendelson 這位學者他發現的一個韌帶，在鼻翼旁邊這個韌帶。一般直進直出的線遇到了這麼強韌帶，它就無法解決。可是用8字這種環形的方式，它就可以得到很明顯的改善。我們剛看了很多關於蘋果肌的拉提，順便提醒大家一件事很多人會想說奇怪，我們蘋果肌在這嘛，那有些人他這個顴骨上面這裡有一塊肉，這是什麼？這不是蘋果肌。我之前還聽到有診所發明一個詞叫什麼上蘋果肌這個當然是唬爛的話術。那個東西叫什麼？那個東西叫顴帶，不是眼袋叫顴帶。我們的蘋果肌是在這個位置，靠近眼角下面，這叫顴帶。到底什麼叫顴帶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我們另外一集影片，
專門在介紹全帶是什麼。不過從這裡就可以知道，原來蘋果肌比大家想的要複雜，原來它是整個臉裡面最難拉的。記住一件事，你一定要先讓自己有點了解，才不會容易被一些太過商業的診所糊弄，你才不会做浪費錢的事情。蘋果肌這一集呢，我們目前光微整就已經講了這麼多了。那蘋果肌怎麼拉？關於手術的部分，我把它放到下一集再講。你一定要記住一件事，沒效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千萬不要做浪費錢的事情。有什麼個人的疑惑，也都歡迎大家可以加我們的 LINE、微信或 WeChat。如果你覺得我們影片不錯，趕快把它分享給你的朋友，讓他也可以得到這些正確的知識。下一集我們再講蘋果肌怎麼用手術拉提，拜拜。